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首先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马上就是农历新年了，新年期间节目停更一期，2月18日恢复正常更新。我在这里祝所有观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今天我来分享多肉花卉长寿花的种植技巧。长寿花的花期主要集中在冬春季节，一般是12月至来年的5月份，刚好赶上圣诞节、元旦和农历新年，所以是非常受欢迎的节日花卉。经过多年的人工繁育，长寿花的品种繁多，以花瓣形态划分有单瓣长寿花、重瓣长寿花、宫灯长寿花等。以叶片形状可以分为原生玫瑰叶、裂叶和雨叶品种。长寿花的花色也很多，主要有红色、橙色、黄色、粉色、白色、紫色、渐变色以及双色混合等。很多花友都有搜集新品种的爱好，经常是买了一种又一种，可见长寿花是多么受欢迎。接下来我就从栽培介质、光照、温度、浇水、施肥、繁殖这几个方面做一个简单介绍。用于种植长寿花的土壤需要疏松肥沃、透气好、排水良好，这也是多肉类植物喜欢的土壤类型。除了购买成品多肉植物土壤外，也可以使用河沙、腐叶土和原土来搭配，比例为1份河沙、2份腐叶土外加2份原土。混合均匀后，也可以加入少许骨粉，晒干捣碎的蛋壳，还可以加入少量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底肥。长寿花是喜光植物，家庭种植最好是放到有直射日光的地方，我一般都是放到最靠近窗户的地方。不过炎热季节也要注意中午适当遮阴，不然叶子容易打蔫，看起来不水灵了。放在靠窗的位置，一方面是光照好，另外也能提供良好的通风，避免因为温度高、闷热、潮湿而发生霉菌感染。有些品种的长寿花很容易受霉菌感染，所以要注意良好的通风。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如果您的长寿花长势挺好，就是不开花，那么往往是因为光照时间过长造成的。特别是种植在室内的时候，室内灯光的照明人为增加了光照时间，也会导致不开花。花卉种植基地一般都会通过控制光照时间和强度来调整长寿花的开花时间。长寿花生长最佳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超过30摄氏度或低于10摄氏度就会进入休眠或半休眠状态，特别是冬季温度低于5摄氏度左右就会叶片发红，造成开花时间推迟。如果不是特意让开花延迟，冬季可以将花搬到室内。多肉植物一般在叶片或茎内都能储存比较多的水分，长寿花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耐旱的。不过长寿花这种多肉，毕竟还是有不少叶子的，不像那些叶子变异成球形或叶子完全退化的多肉植物那么耐旱。所以在生长季节，只要土壤排水性能良好，2至3天浇一次水更有利于植株生长。在夏季高温干燥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浇水次数。我的这株金狐狸买来后就种在这个底部存水的懒人盆里面，土壤大部分时间都是湿润的，长势比种在普通花盆里的旺盛，叶子也更饱满，开出的花朵也更大，花朵直径有 2.8厘米。其他种在普通花盆里的长寿花、重瓣品种一般花朵直径也不超过 2.5厘米。长寿花除了栽种初期或换盆时加入一些有机肥做底肥，平时也可以加一些缓释肥在花盆边缘。10到11月就可以浇一些磷酸二氢钾叶肥催花，浓度1/1000就可以，还可以用喷壶将磷酸二氢钾喷到叶片上，一般7到10天一次。当花朵开放一半左右，就要停止施肥，避免缩短花期。所有花朵都凋谢后，长寿花会进入短暂休眠，这时候也不要施肥，通常等1个月左右再开始少量施肥就可以了。长寿花的繁殖是非常容易的，家庭种植一般采用扦插法，扦插选择气候比较温和的5至6月和9至10月份，这个时间段最容易生根。扦插可以选择用枝条扦插，枝条扦插的成活率最高，
而且秋天扦插，冬季就能开花的。通常选择顶部健康无病害的枝条，剪的时候尽量保持4到6个叶片，用盆土扦插的，通常等剪掉的枝条伤口晾干净行。也可以将摘心后的枝条泡在水里，生根后种植。栽种1至1个半月开始给新苗摘心，可以促进更多分枝，不仅株型更加漂亮，而且可以孕育更多的花芽。当您掌握了这些技巧，看着各种颜色、各种花型的长寿花竞相开放的时候，绝对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再次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感谢您看到节目最后，节目中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您留言指正，也希望您能订阅我的频道，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再见。